大家好，我是邱平，我来到了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这2天降温了，风比较大，挺冷的。我们之前在山西平遥古城说那边是一个商贸重镇，有很多晋商大院。那么这个南浔古镇呢，以前也是一个商贸重镇，同样有很多豪宅大院。你看我旁边看到的都是这里呢还有一条河流，整个南浔古镇其实算是被河流包围了。在河流上面呢还有很多小船。一走到南浔古镇呢，就能够到处看到这些小船在河流上行驶，上面呢还有很多游客。今天我们来看的也是一座山寨大院，这座豪宅呢比较特殊因为我查了一些资料，看到说里面的一套桌椅价值4个亿，那算起来的话，在北京能买40套房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里面的玻璃非同一般，一块玻璃价值1两黄金。从这些数据呢，也能看得出来，这座大院、这座豪宅豪华程度是不可想象的，非常奢侈。南浔古镇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南宋以来是水陆通要之地，到公元1252年建镇，现在是中国10大魅力古镇之一，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由于蚕丝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万历时期到清朝中期，南浔经济空前繁荣鼎盛。清末明初，这里已经是全国蚕丝业贸易中心。民间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南浔呢，由此一跃成为江浙雄镇，富豪呢达到数百家。民间俗称4象8牛72金狗，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私商群体。那么怎样来形容南浔当时一个家庭的财富呢？他们是用动物形体的大小来衡量，1000万两以上的家产称之为象，500万以上家产称之为牛，100万以上称之为狗。在当时，这里有4象，指的就是南浔的4大家族：刘家、张家、顾家和庞家。刘家呢是4象之首，叫做刘墉。当然他不是宰相刘罗锅。当时他是南浔的首富，据说资产相当于我们现在的60亿，连皇帝没钱了都找他借，找他要。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4象之一的张家。既然能够称之为4象之一，那肯定是财富非常雄厚，从而呢才能建起非常豪华的宅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张家的旧宅，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它建于1899年到1906年，主人是叫做张时弥，也是清末明初4大藏书家之一。他喜爱收藏字画、碑刻和奇石，在清朝末年呢还中过举人。他这个大院里面的雕刻是非常精美的。一般我们说砖雕、石雕、木雕，这是3大雕刻。它这个里面呢还有第4雕，等一下我们看到了再说。整个这个建筑呢，占地面积达到51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是6100多平方米，房间呢达到了244间。整个建筑呢既有传统的江南风格，亦有西欧的格局风貌，相当于是它里面呢有小洋楼，算是中西合并的建筑。现在要准备去大院里面看一看，走一走。这个南浔古镇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被这些小河流包围着，然后呢，你可以乘船在这个河流上面欣赏古镇的风景，特别是夜景，我觉得这样挺有意境的。这个左手边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宅院。来到南方看到的很多大院呢，都是高墙，特别是赣派和徽派建筑，跟山西大院完全是不一样的。一般修这么高大的院墙呢，作用是安全防护，还有一点呢是不让人知道里面的情况。这个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进来了，这边的门票是20块钱。第一个这个院落呢是叫做轿厅，以前的交通工具嘛，主要是轿子。当时呢，主人进出就是在这里乘坐轿子。两边呢是轿夫的生活休息空间，因为轿夫呢是不能进入里面的，只能到这里截止。这是一座砖雕如意门楼，非常精美上面是著名书画家吴昌克所书“仕得做球”4个字。这是张氏家族的家训，也是张家4代追求的做人规范和准则。
意思呢，世世代代的张家人要以德为求。这门楼上面还雕刻了牡丹、仙鹤、祥云、如意、寿松、群仙祝贺等图案，非常精美啊！这个层次分明，很有立体感。在教厅两侧墙面还镶嵌着4块青石浮雕，上面是刻着八仙过海的图案，以及呢“福禄寿喜”4个字。这些应该是石雕了，也非常精美吧。前方这个就是大厅，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不一样。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它叫什么。懿德堂，大家发现没有？懿一般是代表什么？太后，太后下的懿字。那么这里呢，同样是差不多的，因为他这个主人呢，张思明，他的父亲去世的比较早，后面呢是由他母亲掌管家里，因为他年少撑不起来嘛，所以呢，这个张思明长大之后呢，就把这个大厅的名字叫做懿德堂。对他母亲的一种那个尊称孝顺，在古代，懿是对妇女的尊称。古代女子多得曰懿。上面这个匾额呢，是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写的。在匾额下面呢，还有一副抱联，写的是“罗浮昌阔神仙住宅，图书金石作树之林”。罗浮是指广东的罗浮山，阔昌指的是浙江的一座山脉。讲述了这2座山是神仙往来出没的地方，不言而喻啊。说的是这个张家的豪宅就跟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样。那匾额下方呢，中间是一幅图，叫做梅竹图，颂扬老人坚强，不屈不挠，高尚品德。这个大厅还是比较重要的，是张家婚丧嫁娶、科举中榜、举行仪式的地方。大厅呢，面阔3间，进深也达到10多米。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啊。在这个大厅这里还有比较独特的，就是有着精美的木雕，特别是门窗上面，你看这些都是雕刻的很精美。那么这里是给他母亲修建的，那这些雕刻的意思呢，也就是相对来说对应他母亲松鹤长青、吉祥如意。这些是清朝末年东洋的木雕精品。我们一开始说这个张家古宅里面有一套桌椅，价值4个亿，就是眼前我们看到的。我一开始是网上看到的，后面来到这里，旁边有导游在跟别人介绍，说这套桌椅呢确实是价值4个亿。如果按照这样算的话，在北京能够买40套房了。这套桌椅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但是这样看都非常清楚。你像它这个扶手都是那种神兽啊，靠背上面也雕刻了龙、其他的神兽等等，非常精美。而且看这个材质啊，肯定也是非同一般，就跟龙椅一样的。有懂行的朋友可以说一下，这套桌椅是什么材质的，价值真的是否值4个亿？反正我觉得啊，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可能也是8、9不离10。不过也确实，张家当时的财力是非常雄厚的，他的生意不光是在南浔这里，做到了全国很多地方。你像当时的上海、广州等地，甚至说他在国外都有些生意，还做了一些钱庄生意，财力雄厚，才能建造这样的豪宅，才能够打造这样价值高的桌椅家具。大家觉得这个扶手上面的神兽是哪一种？我怎么看起来有点像麒麟的？只能说一句，太精美了。看完这个大厅，我们继续往前走，隔壁呢是花厅，是主人日常起居和接待朋友的地方，是我们常说的会客厅。这里呢也有几处与众不同的。首先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块匾额，叫做“以示其志”，这是康有为写的。在当时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张时明算是支持康有为，他们两者呢也算是有联系。后面呢，康有为就写了一块这样的牌匾。在这个匾额下面是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所书写的《九德颂》的雕刻。当然，这个《九德颂》它最早是魏晋一个诗人写的，董其昌只不过说重新写了一遍。张时明呢比较喜欢董其昌的书法，
就把它雕刻放在这里。本身张时明不光是商人，他也算是书法家，文学素养非常高，家里的藏书呢也非常多。在这个大院里面还有专门的藏书楼，在大厅的北面还放了落地钟。正常来讲，厅里面是不能放这个的，但是他这里在北边放了钟，南边放了屏风，意思呢是南屏北钟，寓意岁岁平安，都是有讲究的。他这个大厅里面全是属于枫木家具，墙壁上面这个也不简单了，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天圆地方，然后里面呢是天然的大理石，外面材质呢也是红木的，这个是红木挂屏，也是非常珍贵的，与这个大厅的枫木家具相互映衬，体现了主人的身份、文化、修养和爱好的品味，展示了这个张时明作为一代儒商的大气风雅以及家里的财富。在这个建筑里面，不光那些家具以及匾额珍贵，你看这个横梁、这些雀地全部都是非常精美，雕刻得很好。这里光线不好，看不出来雕刻的是什么，但是通过雕刻的形状也能够感受到当年那些雕工的技艺非常厉害。从这里也体现出张家的实力雄厚。在花厅对面呢，是一座书斋，也叫做泽氏居。像这个门上面也有很多精美的木雕，上面是刻画了像《西厢记》《三国演义》《许仙白娘子》等里面的一些故事，这个也是东洋木雕的工艺水准。房间里面上面这个匾额是著名书画家吴昌硕所题写。张时明本身是一个书画家，也是一个文化人，他自然而然与清末明初江浙一带的文化名流交往密切，特别是杭州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西冷印社，很多人可能不是太清楚啊，大家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当时呢，张时明还相助了。旁边呢是一些书架，放了一些书，据说呢也是张时明的珍贵藏书。前方这个书桌镶嵌着天然图案的大理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书斋下面的地板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带着花纹的地砖是从法国进口，到现在也有100多年了。这里面最让人值得欣赏的就是这些雕刻，太多了。走到这里，我们又得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大家都知道慈禧有一个垂帘听政，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垂帘听政。在这里有一把大的椅子，刚好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大厅懿德堂的后面。当时张时明比较小，他撑不起来这个家，是由他母亲掌管整个家里的生意啊或者其他往来。由于在封建社会女子基本不露面嘛，于是呢他就坐在这里，向那个他们家族的那些掌柜以及其他人下命令，仿佛就像是古代垂帘听政一样。这把椅子的雕刻也是非常精美的，上面雕刻了好多龙，特别是中间有双龙戏珠。不知道这个椅子是什么时候雕刻的，如果是清朝的话，我感觉有点不太可能吧，因为清朝呢还是封建社会，这个龙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或者是说到了清朝末年，清王朝对南方的统治呢已经有所衰落了，才敢雕刻这些东西。大家觉得是哪一种呢？继续往前走，这一边呢属于内厅，相当于也叫做小姐楼，或者称之为女厅，上下2层。楼上呢主要是给宅内的女眷们居住，楼下呢是给女主人接待礼士的地方。这里的建筑也是非常精美呀，一进来这里相当于是一个天井。这个小姐楼是跟那个大厅相连接的，这里有个过道，上面呢也是有精美的砖雕门楼，上面写的是松包竹帽。这个小姐楼最值得看的就是2楼的那些玻璃，这可不是一般的玻璃啊，是当时从法国进口的菱形蓝色凝光手绘刻花玻璃。它是先要把玻璃上需要什么图案给法国，然后他按照这个图案
把玻璃制作出来，运送回来，放在这里，所以是非常珍贵。它这个玻璃按当时的造价是1块玻璃1两黄金。玻璃上的图案有花卉、农作物、瓜果。这种花卉的图案呢，在法国已经失传了。这个玻璃有几个特点，就是说里面看得见外面，外面呢看不见里面，而且呢不积灰尘，所以我们看到上面的玻璃很光滑。不过就很可惜，这里可能上不去。如果我们能上去看，就完美了。刚刚看到的那个玻璃，其实就是张家的第4雕。那这些呢，又是木雕，雕刻的是渔樵耕读，石基是刻有那个按八仙石雕。这里面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有一种说法是说，这间房屋是张世民的母亲她以前居住的地方，现在是看不到痕迹了。这里内厅出去是一条通道，这个通道啊比较有意思，看到没有？它基本上连接着整个张家大院。那么这个通道呢，基本上是女子走的通道。由于张家当时是一个大家族，每天来往的人非常多，那在那个时候，女子呢基本上是不露面，她要进出大院怎么办？就是从这条通道走的。整个张家大院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只能参观一部分。像现在我们看的这些都是中式结构的，就比较传统的。而在张家大院呢，它有西式建筑风格。从这边过去就能看到小洋楼，应该是在第4进院落。眼前呢就是一座独特的西式小楼，带着浓浓的欧式风格，以及呢法式的优雅。我们经常看法国的建筑，基本都是差不多。这栋建筑呢也是有100多年了，尽管有这么久，但是我们仍然看起来是颇具古典气质。你想一想，在100多年前，法国他们那些贵族使用的古典花纹这种建筑风格来到了南浔这个地方，多么让人惊艳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惊艳，也非常罕见。张世民的朋友看到这栋小洋楼，绝对呢会毫不犹豫的称赞。它这个上面很多可能也是当时从法国进口的，特别是大门那里的罗马柱，我猜想可能是这个建筑是欧洲18世纪的那种风格。现在准备去里面看一看，外面都看起来这么漂亮，里面呢肯定是富丽堂皇的。这个柱子也确实是非常好看的。我们一走进去呢，可以看到大厅是非常宽广的。它这个地方是叫做舞厅。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地面呢，完全是有点不一样吧。它这个地砖都是有花纹条纹，也是从法国进口的。当时张家呢就在这里举行宴会、舞会，可能呢大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听着音乐，在这里跳舞，还是非常热闹的。远处那一点点呢是壁炉，内部的装修全是欧式风格的，包括上面这个灯应该也是当时进口的。它这里的小洋楼应该是2栋，我猜想一栋是用来居住的，另外一栋呢是用来举行宴会招待客人的。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展览馆了。在小洋楼旁边应该就是花园了。这种大家族花园也是挺大的，也算是必不可少。那个是我们说的洋楼，旁边呢全部有这些马头墙挡住的。一般我们说的马头墙是防火防盗，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是防偷窥。它那个院墙加上马头墙，就把这个小洋楼基本上挡住了。就附近的村民啊路过啊，就不知道他家里盖的是这种，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如果盖这种洋楼，被附近的村民看到，会说你崇洋媚外、稀奇古怪、乱搞，从而呢他就把它挡住了。一般徽派建筑、干派建筑都有高高的马头墙，他们张家呢就是从安徽徽州迁移过来的，在这边发家，从而他们的建筑呢也算是一脉相承。这个当家大院太大了，我只能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来看看。单单从这几个大厅的豪华程度，就
能够想象出来张家当年的实力雄厚。可以说整个张家大院的豪华程度啊，让人意想不到，也可以说让人瞠目结舌。你看随处走到哪里，它都有精美的雕刻，而且门窗特别多。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他们张家的门窗要全部打开的话，可能都有专门的人去操作，估计都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里面是四通八达的，资料说是240多个房间，不熟悉的人在里面走都要迷路。不怕大家笑话，我都迷路了2、3次。我今年看了非常多的大院，尽管说这个张家大院没有山西很多大院的面积大，但是它里面的装修包括建设，可以说比很多晋商大院呢更豪华，更加的富丽堂皇。而且呢，附近的风景也更美。总体而言也算是不虚此行。那么这个大院我们就参观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